大家好，今天要分享有关于芦笋育苗与种植的方法。如果您已经自行购买了芦笋种子呢，可以使用湿的卫生纸包覆种子来加速萌芽育苗。由于个人这有现成长出的种子啦，种子也比较多不用考虑发芽率的问题啊。因此就只采用惯用的懒人方法撒上种子后呢，直接盖上薄土的方式进行育苗。这种方式呢，也算是在挑选适者生存的强势种子啊。事先可以将种子的外皮压碎啊，成熟红色种子的外皮呢，倒很像是缩小版的七里香种子啊。但是捏碎的过程呢，内部并无果肉，只有种子比较特殊的是，成熟后的果实呢，内部是空心的，只剩下种子啊。比较特殊的是呢，在捏碎时会出现一种气泡声啊。更懒的方式呢，也是可以不进行捏碎啊，直接埋进土里不过先将外皮捏碎后呢，感觉发芽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啊。由于现在天气已经转热了，撒下种子后呢，一天浇一次水可以加速发芽的效率啊。而如果您已经有种植芦笋，或是可以取得成熟的芦笋只是因为数量不足，想要进行追种，有一种建议的方式，常见是种下它的块根个人是尝试使用调根的方式但是发现效率与成功率会非常不好经过测试后发现呢，采用分株的方式成功率与效率呢会更适合家庭种植这不用1个月就可以采收了。现在先将种植过程事先养土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参考这也算是懒人的方法了。如果芦笋是打算种植在比较湿黏的土壤呢，又想要做培土的方式种植就可以参考看看为了让土壤增加有机质之外呢，也让土壤变得比较疏松的过程日前将中药渣倒在这预定种植地虽然中药渣是经过高温熬煮杀菌过不过现在的目的是增加土壤有机质之外呢，也要有疏松土壤的效果顺道也可以提供给蚯蚓当做食物这种方式呢，主要不只是快速让土壤变得疏松还有永续跟循环常见一开始养土时呢，会直接添加许多介质现在则是利用可以取得的材料，让它自行发酵循环一开始比较花时间但是后来会很省事为了让药渣充分曝晒呢，先将它们摊平进行曝晒要晒多久呢？这跟铺设的厚薄有关不过只要没有下雨透过翻动呢，2-3天就可以晒得很干了。4天后进行最后的养土与土壤曝晒又再次动用到一旁的草木灰引粪土搁置的这一草呢，暂时担任提供疏松土壤的来源平时有拔除的杂草或是不好清理带有草籽的土壤就往内部摆如果堆放得太满，才翻动一下，让底层杂草晒干一点，再转化成草木灰土所以这些土壤看起来才会黑黑的要使用时呢，只要用工具一层一层刨起来土壤就可以非常疏松利用土壤将药渣进行覆盖曝晒过程除了对土壤杀菌外，也让新土壤环境彼此进行自然融合而这个动作呢，也是开始让土壤呼唤地底蚯蚓上工的目的过程中呢，如果想再对草籽做一次大清理，就可以透过浇水的方式刺激草籽发芽，
长出杂草后就可以清理掉为数不少的杂草了。但是这种做法呢，只建议使用在有事先垫高的菜床上啊。垫高菜床种植的方式呢，对于杂草清除与控制也会相对容易啊。接下来这是个人觉得最快速可以收成的种植方式哈。眼前这芦笋也是经由移植到后院，约经过1年的时间了。时间到了，一不小心它就自己长成巨型芦笋了，比拇指还粗了啦。若是想要快速收成呢，可以采用移植成熟的芦笋啊。移植时连同根系一起移植大约1个月就可以收成啊。由于芦笋的植株根系呢，会出现不受控制往外生长的现象啊。通常的做法是直接将它摘除或采收了。不过，如果采用断根分株进行移植呢，很快就可以多一重的滋生芦笋母株啊。而这种移植的方式呢，至少要带有一根它的茎只要茎没有完全折断呢，就可以让它继续留着了。长出的芦笋不但会比较快之外呢，也容易维持原来的粗度了。而这个概念呢，可以使用在先行育苗的过程安排尤其是种植空间若是有限呢，就可以集中一处先行育苗，等植株长出的茎有一定的粗度后，才进行移植啊。这样做可以大大提升种植空间的使用效率啊。至于留下的茎条，可以维持光合作用、制造养分之外呢，这日后若长得不尽人意只需要重做一次汰换母茎的动作了。芦笋的生命力非常好，生命周期也很长，不用过于介意短期的现象。另外，在台湾呢，由于日照非常充足，芦笋的种植若是不想只靠额外施肥的肥力来支撑芦笋不断长出采用留下2-3根茎条，利用充足的日照呢，让芦笋自行光合作用，也有省肥的效果了。另外，就算进入冬天呢，平地也没有冷到需要将枝条修剪掉，让芦笋避冬啊。进入夏季后呢，天气只会越来越热芦笋留住上方的茎叶呢，也有遮阳、降低土壤温度的效果然而，不同地点芦笋种植上呢，有个比较特别的差异就是培土覆土的要求上有所不同。家庭种植，尤其是采用整排种植的话，个人是建议要培土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将一旁的土挖起来往芦笋母茎覆盖除了会更方便浇水，避免土壤板结之外呢，由于家庭种植在固定设施上呢，相对比较不专业，每当新芦笋从地底钻出时呢，该位置的土壤就会松掉间接就会影响到芦笋母茎站立的稳定性一遇到风大雨大的时候呢，就会被吹得东倒西歪，造成农损最后，这是芦笋种子育苗的现况这要让芦笋变出，需要一点时间暂时就让它把茎养出等成熟的芦笋移植调整好之后呢，很闲的时间再处理就好了。毕竟芦笋是很多年生的作物真的没有差那几天谢谢收看。